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现在正在分手中第12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英恩的公司传出了要被收购的声音，员工们纷纷联系起下家，做好跑路的打算，就连工作的事情也不怎么操心了。唯独英恩觉得应该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但是与其合作的拉法叶方一直对他们很不满意，经常调整需求。除了工作中的难题外，英恩和在国的感情也出现了很多问题。在国妈以死相逼，让他对这段感情打了退堂鼓。回到本章，英恩公司要被并购的消息已经传得人尽皆知，现珠也打算领完这个月的薪水就跳槽。他再一次来劝说楠姐和他一起，见楠姐不太愿意，现珠让楠姐清醒一点，相信英恩的下场很可能就是失业。如今只要将他们和拉法叶合作的作品拿给对方公司看，对方就很有可能会雇佣他们。楠姐被说的有点心动了，心动不如行动。就在两人开始搞事情的时候，英恩发现了有点不对劲，楠姐和仙珠也没隐瞒，如今公司动荡，人心惶惶，隔壁的人雅请假去别的公司面试，他们也要准备一下自己的出路。仙珠还理直气壮地表示，智树作为英恩的好姐妹会给她安排去处，但是他们这种小喽啰就没那么好运了。英恩听此没有过多的指责两人，不过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，为自己谋出路无可厚非，但是在公司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另一边，道旭和在国在聊天时，突然发现有人给在国发来了消息，原来在国在看巴黎的房子，他之前就找过英恩，提出想要和他一起远走高飞，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。不过英恩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，英恩仍然在等待拉法叶方的回复。不久后，样品送过来，苏莹主动前去试穿，期间智贤好奇地问起他怎么没去找工作。苏莹解释道，原来他对公司的未来并不关心，他只想做好手中的工作，只要有人穿了他设计的衣服他就满意。智贤听此越看苏莹越顺眼，然而几次提出和他约会都被苏莹敷衍了过去。英恩则因为父母的离婚诉讼回到了家中，英恩妈因为想要一笔精神抚慰金，专门找了律师帮忙想办法。律师让他写清楚英恩爸的罪责，结果英恩妈最后写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毕竟英恩爸确实没做过诸如外遇、家暴之类的大事，这让英恩爸也生气起来。他告诉英恩妈，房子和退休金他一分都别想拿到。两方再度大战起来，留下痛苦的英恩一人。此时美淑也很痛苦，婆婆得知儿子辞职后，一路找来了这里，上来对着美淑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指责。她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为了不赚钱的全职太太美淑辞职。美淑毫不相让，和她大吵一架后摔门而出。就连和英恩之后的聚会上，她仍然对婆婆的事情耿耿于怀。英恩见状安慰她，至少小郭现在知道体贴她了。美淑听此心里好受了一些，不过她发现英恩的情绪似乎也不太好。英恩将在国约他去巴黎的事情说了出来，美淑瞬间八卦起来。不过事到如今，英恩自己心中仍然没有答案。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此时右晴来到了在国的照相馆，他这次来像换了个人一样，主动反思起自己的问题，让在国别放弃英恩。虽然他仍然原谅不了英恩，但是不代表着在国的爱有问题，还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针对英恩。在国自然乐意见到他这个样子，这代表着他和英恩的感情途中有一座大山消失了。英恩并不知道这一切，美淑吃了药就全身虚脱，一直昏睡，英恩也没办法叫醒他。见小郭因为担心赶到了他家，英恩劝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今天的聚餐，美淑的话让他想了很多，比起一直陪伴他在身边，美淑更想让小郭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中。小郭听此，对自己没能早点照顾美淑非常懊恼，崩溃的他离开了这里。第二天，在国来找英恩商量巴黎未来的住处，英恩的态度依旧比较暧昧。她借着最近发生的父母离婚、闺蜜病危、同事跳槽等事情暗示在国，如今的她无法离开这里，陪她一起去巴黎。在国听此非常失望，她唯一的奢望就是让英恩不要这么累，可以抛弃一切和她一起远走高飞。然而她自己也知道这是非常不现实的，英恩很爱她，但是更爱自己的人生。告别了在国后，英恩回到公司中，拉法叶方事到如今仍然没有任何回复。楠姐来找英恩商量对策，英恩想了想，决定开一场时装秀，
主题就是本次 SONO 的春夏服装，方式则是采用线上。他们没有时间再等待拉法叶方的回复了。南姐本来还担心老高会因此继续刁难英恩，没想到一心想要找下家的老高表示自己会对此负全责，英恩只管大展宏图就行，非常爽快就和英恩达成了一致。英恩一不做二不休，将时装秀的事情告诉给了黄代表。比起拉法叶方的回复，大众的评价更加具有参考意义。支书也在一旁出谋划策，建议将所有的衣服标签全部拿掉，这样大家就不会奔着商标来，评价也会更有真实性。刀勋也提出来帮忙，黄代表权衡利弊后同意了英恩这次时装秀。另一个公司高层还在担心资金的问题，没想到黄代表财大气粗地表示，公司最近才接到一笔投资，原来大家所担心的核查组其实是投资人来公司进行的调查。很快投资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公司，本来老高都准备去面试了，得到这个消息又连忙返回公司，而SONO小组的组员们也投入到工作中去。英恩将组员不同的工作分配下去，任雅看着热火朝天的几人感到很奇怪，组员却告诉他老高大力支持了时装秀这件事。此时的老高正和黄代表谈论此事，过去夸下的权责海口让他瞬间陷入疯狂中，这要是出了事，他在公司就待不下去了。他跑了各个部门，结果发现事情已经进行下去了，现在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时间来到晚上，英恩和智叔来到美术家中，他们邀请美术来走SONO的秀，美术则非常开心。其实他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周围人因为他的病情一直哭丧着脸，小郭也跟着开心起来。送走两人的时候，英恩提出要小郭来主持这次时装秀，而智叔则发挥了自己的一贯强硬作风，命令小郭一定要做，不管是为了美术还是他自己。英恩回到家后，结果发现门口站着自己的爸爸，原来英恩爸上次吵架气不过，从他和英恩妈的家跑了出来。英恩看出他很痛苦，于是主动劝说让他和妈妈离婚。其实这是英恩的激将法，他见爸爸没将妈妈赶出来，而是自己将房子让了出来，知道其实他是爱着他的，只是两人不服输的脾气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第二天，心情大好的英恩找来在国，这次的时装秀会涉及到摄影的部分，所以他想要一起来帮忙。在国自然没有拒绝，即使之前有过不愉快，但是他对英恩的感情一直都没有变。道勋开始鼓舞起公司员工们的干劲，小郭也听从英恩的劝告回到了公司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唯独老高非常懊悔之前没有进行风险管理，就同意了英恩的提议。想起时装秀如果失败的责任，他就感到一阵惊慌。英恩则让他放心，他已经将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。不久后，三对情侣同居一台，开始为工作上的事情努力。见在国一直盯着英恩看，八卦的道勋问起他什么时候和英恩去巴黎，在国没有隐瞒，将英恩拒绝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事到如今，他还没有想好自己要怎么办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和英恩分开。很快就到了时装秀这天，美术女儿也来到现场，这是徐代理来到这里。美术因为走秀的事情让徐代理暂时照顾一下女儿，其实他还有点紧张，慌乱下吃了口药才准备上场。英恩则在混乱的现场确认工作有序进行，大牌买家们也通过邀请函逐一连接上了直播现场，很快就达到了70%的连击率。老高这才松了口气，这代表着这次活动已经成功了一半。随着节目的进行，买手们全部连接上了，就连奥利弗也不例外。美术也上台表演，虽然他很紧张，但还是调整好情绪，在镜头面前展现出最好的自己。他和英恩对视一笑，回忆涌上心头。之前在试衣服的时候，英恩就告诉他，他身上的衣服他不会卖，这是他为他设计的独一无二的衣服。美术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好姐妹感到很幸福。回到现在，现场的买家们都为时装秀鼓起掌来，这次的活动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美术则和英恩幸福地相拥而泣。现场唯独少了在国，原来在国是来找妈妈了。在此之前，他还去哥哥秀婉的墓前，虽然非常痛苦，但决定还是试着和英恩去分手。他这次来找妈妈，是想让他再给他1个月的时间。他最后再和英恩疯狂的爱1个月，就和他分手。而英恩在狂欢现场也发现了在国并没有来到这里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英恩办妥了所有事，但唯独冷落了在国。他看出在国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两人的感情究竟能否顺利走下去呢？我们下章再继续吧。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。
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哟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